Hello，派友，你们好吗？元宇宙火了，走到哪里都在谈论元宇宙。元宇宙通过技术的手段，虚拟出一个维度空间，通过脑机接口，让人们置身其中，过上神仙般的日子。元宇宙大火之后，必有乱象。现在元宇宙已经成了很多人的财富密码。支持元宇宙的人认为，作为人类未来真实世界的延伸，元宇宙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反对的人认为，元宇宙更像是一个人造概念的炒作，直接质疑元宇宙的意义。还有人认为，元宇宙是极具诱惑、高度置换的精神鸦片，将使人类常年沉迷其中，引导人类走向末路。不过，不管是什么声音，都不妨碍元宇宙成为时下最热门的概念，而这股浪潮甚至席卷全球。为了元宇宙，扎克伯格甚至将 Facebook 改名为 Meta。此外，谷歌、亚马逊、英伟达等巨头也都进行过元宇宙的布局。中国的互联网巨头腾讯、阿里、网易、百度等都申请注册了元宇宙相关商标。字节跳动更是接连收购了 VR、芯片等公司。元宇宙这么火，我们今天就让小派给我们聊聊什么是元宇宙。节目开始之前，亲爱的派友，请先伸出你的可爱小手，点击我下面的订阅吧。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呀，这样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派学院给你的最新资讯。元宇宙，英语 Metaverse 也叫后设宇宙、形上宇宙、元界、超感空间、虚空间，被用来描述一个未来持久化和去中心化的在线三维虚拟环境。元宇宙是一个大整合，包括 5G 通讯、扩展现实，比如 AR、VR、Mr. 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可穿戴设备等底层技术趋于成熟，走向应用。通俗易懂地说，元宇宙就是第三代互联网。听起来这就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元宇宙概念早在38年前就出现在科幻电影、科幻小说中了。1984年科幻小说《神经幻术士》描述了一个具有网络空间的反乌托邦未来，主角是黑社会中的一位高级电脑黑客。该小说普及了网络空间 cyberspace 这一术语。有别于元宇宙，网络空间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反映了跨越所有表现维度的共享在线空间的整体。例如，与恢复术士的重启人生中引入的身体和心灵的笛卡尔式分离虚构概念不同，元宇宙允许其用户在与虚拟环境交互的同时，仍然意识到他们的真实环境。1992年的科幻小说《雪崩》，斯蒂芬森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个基于虚拟现实的互联网后继者。在本书中， Metaverse 是一个虚拟的城市环境，沿着一条100米宽的道路发展，覆盖了一个无特征的黑色的完美球形星球上整个65536公里周长。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土地可以被购买，并在上面开发建筑。Metaverse 的用户可以通过高质量的个人虚拟现实眼镜，或通过高质量的公共虚拟现实眼镜进入，并与彼此或软件客户端进行交互。故事里有一种总是待在 Metaverse 的用户的次文化，他们因其怪异的外表而被冠以石像鬼的恶称。Metaverse 的用户以第一人称视角来体验它。在 Metaverse 中，个人用户可以为任何形式的化身出现，唯一的限制是高度，以防止人们把他们的化身变成1英里高。交通工具仅限于步行或车，与现实中一样。电影系列《黑客帝国》描述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人类在不知的情况下被困在一个名为矩阵 Matrix 的元宇宙里，而智能机器在利用人类的身体作为能量来源，同时分散人类的注意力。2011年科幻小说《玩家1号》与其续集和同名改编电影描述了2045年的世界被能源危机和全球暖化所笼罩，造成广泛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停滞。大多数人逃避现实的方式是通过 VR 眼镜和有线手套进入名为绿洲 Oasis 的元宇宙。Oasis 既是一个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又是一个虚拟社会。如果说第一代互联网是 PC 互联网，就是大家通过电脑上网；第二代互联网就是移动互联网，就是大家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上网。那么元宇宙就是第三代互联网。元宇宙通过虚拟环境将可以通过虚拟现实眼镜、增强现实眼镜、手机、
个人电脑和电子游戏机进入人造的虚拟世界，接入互联网，实现身临其境的效果。但是在未来，也许会出现全身体感衣服。当然，终极版的应该是人脑直接和互联网连接，发送信息，接收反馈。元宇宙已在某种有限的形式中存在于 VR Chat 等平台中，或第二人生互联网等游戏中。元宇宙在电脑游戏、商业、教育、零售和房地产领域都有明确的用例。那么，元宇宙能实现什么功能呢？有商人开了一家 VR 体验馆，体验馆的特点就是 3D 效果体验，这种体验远远胜过平面显示器。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很多款 VR 设备和 VR 游戏，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如果人脑和机器的交互能力能够取得突破，那么元宇宙里的体验几乎可以等同于真实世界。但真实世界里哪里有房子一样大的花泥？你又如何能腾云驾雾呢？还有一种 VR 社交，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你在美国有2个很要好的朋友，分别位于日本和北京。这么大的距离，你们可以晚上相约一起去酒吧，但是3个国家这么远，来去很费劲吧？来元宇宙的咖啡厅吗？咖啡厅是真的，咖啡厅里的弹钢琴的也是真的，来回穿梭的美女服务员也是真的。但是这个咖啡厅并不在美国、日本、中国，也许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山洞里，也许在日本的富士山中。你带着 VR 设备登录这个咖啡厅的卡座，2位好友已经就位了。你伸出戴着体感手套的手，跟朋友们亲切握手，一切都是如此真实。在激动的音乐中，你拿起桌前的咖啡，和朋友聊聊自己，聊聊元宇宙的奇妙。如果你要工作办公了，元宇宙有虚拟办公平台，用户可以在模拟办公环境的3D 宇宙中进行虚拟协作。这方面 Facebook 的 Horizon Workrooms 地平线工作室和微软的 Mesh 可以进一步让员工在任何地方进行虚拟工作，大家都不用挤在大城市的写字楼里了，你想住农村或者去国外都可以。到了上班时间，大家带上设备，同事们似乎都在身边。当你讲完自己的方案，领导脸上一丝的不悦都能被你精确捕捉。领导拿出一个样品，你可以从各个角度观看。不但是办公室人员，生产人员同样可以通过远程进行生产操作。医生们可以远程手术，老师们可以远程上课。元宇宙条件下的远程效果远胜现在的平面时代。元宇宙可以被用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历史点进行实地考察。2021年，英伟达公司正在开发一个名为 Omniverse 的元宇宙基础设施项目，该项目将允许世界各地的开发者实时合作，创建元宇宙内容创作软件。Together Labs 公司也在研究创造逼真化身的技术，它将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使历史人物仿似复活。在房地产领域，元宇宙可用于拟真的虚拟房屋参观。购房者将可以在自己家里通过元宇宙参观位于世界任何地方的房屋。NFT 虚拟房地产也是一个新的市场。不久前有这样一个报道，最近全球掀起了元宇宙热潮，众多商业巨头纷纷宣布加入元宇宙的开发和建设，而元宇宙的虚拟房地产也成为了首要的争夺目标。华尔街日报这样报道过，游戏 The Sandbox 中的一处地产被卖出了430万美元。Janine Yoyo 是430万美元大交易的买家。对于在元宇宙里购买土地这件事， Janine Yoyo 表示，他的公司正在诸多元宇宙游戏中购买土地和房产，并聘请专业设计师来设计虚拟住宅和购物中心。建造好的房产会被转卖或出租，就像在现实世界中一样。还有报道说，歌手林俊杰在推特上宣布，他在分布式大陆购买了3块虚拟土地，正式涉足元宇宙房产界。据估计，总价值为12.3万美元。当 NFT 遇上艺术品，一张图片、一首歌、一段视频，甚至一个头像，都可以与一串代码擦出火花，身价发生几何倍数暴涨，突破现实世界认知。一些名人也会购买 NFT 资产。NBA 球员斯蒂芬·库里曾经斥资18万美元购买了这张 Bored Ape NFT 头像。再看看这张 NFT 数字艺术品，名字叫每一天，前5000天，是创作者 Beeple 将其从2007年5月1日起每天在网上发布的绘画照片，在凑满5000张后用 NFT 加密技术组合到一起制作生成。在 NFT 交易平台 Annecy 上，看似普通的马赛克头像、图片
收藏品频频售出天价。截至目前 ，OpenSea 累计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平均每个 NFT 售价为872美元。元宇宙包括物质世界和虚拟世界，一个全面运作的经济，以及化身和数字资产在元宇宙不同部分的可转移性。元宇宙将会是去中心化的，将有许多公司和个人在元宇宙内经营自己的空间。元宇宙的其他特质包括数字持久化和同步，这意味着元宇宙中的所有事件都是实时发生的，并具有永久的影响。元宇宙会改变社会的形态，会改变人们的思想，也会造成伦理和价值观的分裂。地球上的人们或许会分成2类，一类是追求现实世界里星辰大海的务实派，另一类则是在元宇宙的大世界里生活的务虚派。但是一切会来的，终会来到。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我们下期见，拜拜。